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啊，那么为什么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为什么啊。另外一个就是疫情重创东南亚，那么他们放弃清零，带病解封啊，现在整个东南亚开始解封了。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什么叫 CPTPP 啊？CPTPP 呢，全称中文名字叫全面与进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啊，它是一个贸易协定啊。那么中国商务部9月16号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这个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的部长贸易与进出口增长部的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啊。那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原来叫 TPP， 就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啊，也是个贸易协定啊。后来改名叫做 CPTPP 啊。那王文涛和奥康纳进行了电话会议啊，就中方正式申请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啊。那么 CPTPP 的创始国成员包括哪些呢？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等11个国家，覆盖5亿人。那么 GDP 总产值是11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13%啊。那么这个协定呢，前身就是它最早其实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啊，包括像文莱文莱是其中一个创始国啊。那么在2002年发起的一个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叫 TPP 啊。那么前总统川普在2017年退出 TPP 啊。那么美国退出之后呢，那么另外其他11个国家另起炉灶然后第2年就2018年就达成了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 TPP， 而且改名就叫 CPTPP 啊，就是全面与进步全面与进步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啊。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 TPP 呢，其实是奥巴马政府当时专门奥巴马政府不是发起国就我们讲这个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发起，美国后来就邀请美国加入，美国一看，哎，这个不错奥巴马就进入之后呢，就改造，把这个 TPP 呢改造成为什么呢？改造成为一个在经济层面抗衡中国的一个工具。当时奥巴马就讲，他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因为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这个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世界贸易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奥巴马就提出用 TPP 来进行制衡中国所以呢，很清楚 TPP 肯定是不想让中国加入的所以它门槛非常高那么美国退出之后呢，美国就失去了一个制衡中国的贸易平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那么 CPTPP 的门槛就缩水美国一撤，美国提出22项跟环保、跟人权、跟劳工、跟什么一系列的要求所以它门槛很高跟国有企业，它甚至有国有企业的要求那么22项，这22项美国退出之后，日本领头日本就把那22项停掉停掉呢，就门槛就降下来，所以11个国家很快就签了这个协议那么今年呢是日本是这个 CPTPP 的主席国那么日本政府之前其实中国已经提出来
日本政府当时就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遵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那么对于中国的加入持审慎的态度立场那现在日本政府就要做出决定，是不是要开始进行中国加入 CPTPP 的谈判手续那么新西兰呢是 CPTPP 的保存方那么新西兰政府负责处理 CPTPP 的各项行政任务包括受理其他国家这个加入的申请那么美国之音就采访白宫就问拜登总统是否打算回到 TPP 那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国安会的发言人回答讲了一通话他说拜登总统清楚表明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的设计架构美国必须确保环保与劳工权益等被纳入贸易协定意思就是我不会加入的除非环保和这个劳工权益在这个贸易协定当中有包含这些内容否则我们不加入他说那这个记者就问那美国担不担心中国加入 CPTPP 之后呢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那么国安会的官员说这就要交给 CPTPP 的会员国来评估了这完全不管这甩手的意思那么国安会的官员还讲了一堆打了一通官腔他说美国正在检视广泛的选项来打造更加坚定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促进合作与包容性繁荣的共同目标这就是空气了这就是官腔了他说我们承诺在印太地区增强贸易投资促进美国就业和供应链弹性并造福印太伙伴们我读这段话完全没感觉我们正在与贸易伙伴和盟友们合作确保公平贸易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贸易行为确保贸易规则并非由中国制定你都不参加那不就是中国制定了这都不用反驳真的是那么今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这个华盛顿会晤了澳大利亚的外长佩恩和国防部长达顿那么布林肯赞扬澳洲面对中国经济胁迫不屈服他说美国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说这个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不退缩中国进行了报复和施压根本不起作用面对这些施压措施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孤军奋战问题来了中国加入 CPTPP 为什么要加入我们讲背景背景是这个从2020年的11月15号先讲一个背景那么东盟10国加上中国加上日本加上韩国加上澳大利亚再加上新西兰15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全球1/3人口1/3 GDP 的 RCEP 叫 RCEP 叫 RCEP 的全称叫什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也是个贸易协定那么这是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你看一下欧盟其实是由这个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其实就最早就是个贸易协定欧洲共同体就是欧洲共同市场而来欧洲共同市场发展成为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欧盟这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建立的基础就是一个贸易协定然后北美贸易协定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2个贸易协定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北美那么现在亚洲有一个了其实这个就不仅仅是亚洲包括太平洋那原来还日本印度还参加印度后来退出
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20号在 APEC 这个峰会上演讲的时候说啊，中国在签署 RCEP 之后啊，下一步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CPTPP 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你想一下，前面去年的11月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贸易协定就基本上就你可以叫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当然它没有正式成型，因为还有很多国家没有批准但是它已经签署了。那么最后成型是时间问题那么 RCEP 其实最早是谁发起的？是东盟东盟发起了以后，然后就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参加，那么就开始谈判，谈了多长时间？谈了8年谈了8年时间，最后呢，印度退出临急临忙，印度退出。印度退出是国内政治的压力就是说，印度觉得加入一个这个 RCEP 对他来说，国内经济会有冲击所以最后印度就退出，剩下了15个国家那么，那么你可以看前面有一个CPTPP后面有一个这个 RCEP那么 RCEP 跟 CPTPP 中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比较一下那么 CPTPP 是5亿人GDP 是11亿那么占全球 GDP 13%，RCEP 就是22亿人，那就多很多，4倍多那么这个 GDP 呢，就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那么规模体量就大很大。那么 CPTPP 小RCEP 更大这是一个就是从体量来说，这个 RCEP 更大。但是呢 RCEP 的成员要么是亚洲，要么是东南亚，还有一些西太平洋地区但是那个 CPTPP 范围就更广它甚至包括加拿大、秘鲁这些环太平洋的地区那么相对来说呢 RCEP 就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讲的不好听就是穷国和落后的国家，所以它在服务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还有一些这个各个领域的要求都不如 CPTPP CPTPP 就设定了更高的基准，它涵盖什么呢？它涵盖了环境、劳工待遇、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等，它这些就非常的完备所以呢，它的标准高于 WTO， 就是比世界贸易组织更高，基本上高于大多数这个自贸协定，当然比 RCEP 就高，这个肯定是要高很多的所以目前距离 RCEP 生效需要15个成员国，至少有9个国家批准 RCEP 才生效那么这9个国家呢，至少要包括6个东盟国家和3个非东盟国家这是他自己设定的规则那么和这个 CPTPP 不一样RCEP 它在 RCEP 里面有日本、有新加坡、有韩国这种相对发达的国家，但是又有什么老挝、缅甸这些落后的国家所以呢，它的协议的签署是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它RCEP 最终形成的这种协同效应，它是比较有限。那为什么中国CPTPP 对中国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的院长涂新权他说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程度不足的阶段
那么 CPTPP 的方向和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啊，这是为什么中国要抓住它扩容。现在 CPTPP 其实处于这种扩容期啊，那么抓住这个扩容期呢，申请加入的原因啊，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关联啊。那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的一个份报告啊，分析啊，说如果中国加入了 CPTPP 啊，那么到2030年将会提升中国国民收入2980亿美元啊，叫国民收入啊，国民收入是总值的意思啊。那么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在2030年会比现在增长53%啊，当然讲的是区域内部的交易啊。对非 CPTPP 成员的贸易额也会增长3%，中美贸易顺差会上升80亿美元啊，那就不是很多啊。那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还预测，中国加入 CPTPP 之后，日本也会得益啊，说日本出口会增加这个2830亿美元啊，所以呢，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就是门槛。CPTPP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第17节，第17章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则啊。它对国有企业规则是这样：国有企业要确保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啊，要公平竞争啊，政府不能向国企提供补贴、提供融资优惠等非商业性的援助啊，然后还要向其他的国家缔约国公开国有企业的名单啊。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他说中国呢就应该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努力去加入 CPTPP 啊，利用中国加入 CPTPP 的这个机会啊契机，倒逼中国国内改革啊。他说这个过程就好像当年中国加入 WTO 刮骨疗伤，自己下不了手啊，就请这个外科大夫来下手，这长痛不如短痛啊，就这个意思。这个话和当年中国加入 WTO 的情形是一模一样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方面是加入这个经济循环啊，世界经济的一个分工啊，但是另外一个帮助中国进行国企改革啊，这是当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另外一个目标，利用外力来解决中国国企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国企非常清晰的方向是什么？改革方向是什么？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退出所有竞争性的领域，这是一个方向，而且做得非常的快啊，退出竞争性的行业啊，竞争性的行业、竞争性的领域都不参加，这第一个。第二个，国企要变成什么呢？国企要更多的变成一个公益性组织啊，这是当时的改革方向。当然，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事儿就翻过来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的确，中国利用 WTO 的契机，对国企改革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帮助。他现在讲这个陈凤英讲的这个话，意思就是利用 CPTPP 的形成的这种压力，再次促进国企改革啊。那么，而且呢，他也说这个 CPTPP 国企条款也有过渡空间啊，比如说越南，比如说马来西亚啊，都争取了一些单独的条款，允许他们有一个过渡期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缘政治分工来看啊，没有印度的 RCEP 啊，当然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当时印度毕竟是一个大市场，如果加入印度那更不得了啊。没有印度的 RCEP 和没有美国的 CPTPP 啊，
这么结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韩国、日本这3个国家将会扮演对整个东亚、整个亚洲的经济形态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这个区域，就是印太区域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将会受到削减，因为你两个都不在两个都不在。美国实际上在印太地区，没有施加影响力的平台现在的情况就这样经济学人当时就说，他说亚洲将继续被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美国相对忽视所重塑这是经济学人的判断。那么当然CPTPP 失去了美国之后，他们自己11个国家这个成立之后呢，那么马上实际上 CPTPP 是日本主导日本在主导这件事情。日本安倍首相是主推 CPTPP 那么缩水之后呢，就马上生效之后，马上开始什么？马上开始扩容那当然，他们一生效，当签署的当年12月份就生效，11个国家之间95%的商品逐步实现零关税那么相对于传统的自贸协定 CPTPP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纳入了什么呢？纳入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监管的一致性，政府的透明度，反腐败国企条款，还有政府采购这些条款，而且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标准那么加入这个门槛，所以为什么有些经济体它不愿意参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它真的要求很高那么然后它就启动，它生效12月1号生效2020年的1月就开始启动扩容程序，它就扩大，因为它规模太小。那么现在呢，泰国、英国、韩国、印尼开始申请加入那么布鲁金斯学会叫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这个主任叫何瑞恩分析他分析什么呢？分析这个川普政府为什么当初会退群那么他这个何瑞恩呢，他曾经在奥巴马的第2个任期担任了国安委员会的中国与蒙古事务的主任他分析川普当时对亚洲的这个贸易政策有2个基本的方向这是何瑞恩的分析第一个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方向就是利用美国的市场利用美国市场的体量、规模还有杠杆然后创造更有利的就是双边贸易协定。其实这不是川普政府对亚洲的贸易政策，它基本上对所有的对欧洲的贸易政策也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要利用我是美国最大，对吧？我市场最大、最有钱、最肥沃，你得跟我谈一个什么呢？谈一个对我最有利的贸易条件。所以他喜欢签双边贸易协定，他对什么呢？他对多边贸易协议没兴趣。为什么？因为你多边贸易的话，你得迁就别人，我不想迁就别人，你们都是占我便宜，你们都在占我便宜，所以我就跟你签双边贸易协定，我就单方面向你施加压力，我比较有利。这是川普的算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中国经济和其他的亚洲经济体疏远，让供应链迁出中国，实现这个供应链的多样化。这是为什么
川普政府会退出 TPP 的原因啊。基本上他对多边组织没兴趣啊。那现在拜登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拜登政府对 CPTPP 到底什么态度啊？之前美国之音采访这个白宫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讲了一通这个官腔，什么都没说。其实他没有反映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当然，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已经早就发出一个信息啊，表达什么呢？啊，除了日本，还有其他国家也发出个信息，希望美国重返 CPTPP。啊，这个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有这声音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内啊也有人开始说这个 CPTPP 的问题，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中国和日本建立的主要和东盟建立的这个 RCEP，这是一大块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最有利的是谁？是日本。日本既是 RCEP 的成员，它又是 CPTPP 的成员，它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得益者。但是美国两个都没参加，这两个都没参加，其实这影响非常的大。所以美国国内有声音说美国应该重返 CPTPP 啊。那么而且奥巴马在推动这个 TPP 的过程当中，其实当时的拜登担任副总统嘛，他其实是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推手之一啊。那么反过来，现在美国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就是批评CPTPP 啊，这个是自贸协定会有损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权益啊，这是另外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其实这所有的贸易协定基本上都会有人反对啊。那么这个情况跟谁有点像？这个情况就跟印度当时这个谈判谈到最后，印度退场撤出来的原因跟现在美国对 CPTPP 的态度其实是很像啊。就是有人觉得，美国要是加入这个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那对美国的制造业，对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那会造成冲击。因为当你零关税东西一进来，那对美国现在的就业岗位不就产生影响，制造业不产生冲击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的质疑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葛莱仪其实应该去了，我印象中去了另外一个机构，Bonnie Glaser 格雷斯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这么分析，他说在美国民主党内，关于 CPTPP 这个协定是否有效，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啊。因为不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支持美国加入多边贸易组织啊。而且拜登还受制于谁呢？受制于参议院啊。参议院如果美国要加入 CPTPP，参议院要过参议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葛莱伊甚至说，他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拜登的总统议程当中啊。这件事，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啊。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这个哥特利布从美国中民主党党内的生态结构来分析民主党对这个拜登总统的影响，对 CPTPP 的态度啊。他这么说，他说相对于传统的
这个像拜登这样的建制派的民主党人，2016年以后兴起的左派民主党人，更倾向于什么呢？更倾向于质疑这个全球自由贸易，就是左派。2016年兴起的左派民主党人，更倾向于质疑自由贸易啊。那么这是一个啊，这是哥特利布呢？哥特利布最突出的身份是什么？他是拜登总统的同事，原来他在议会的参议院，他是1999年到2003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顾问，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拜登一起做事啊。他这么说，他说拜登上台之后啊，面对的第一个权力挑战就是2022年的中期选举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拜登不管党内这种反对的声音，如果又要去推这个 CPTPP， 那对民主党内部来说，中期选举那就冲击太大。所以葛莱伊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CPTPP 在不在这个拜登总统的日程当中。你可以看就是这样。我估计拜登总统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他的日程里面去，想都不想这个事儿啊。所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叫德利斯里啊，德利斯里是这么分析啊，他说，在当前美国政治气候下，让美国在短期之内重新加入 CPTPP 不太现实啊。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想进入一个大型的多边贸易协定，这就是为什么啊。所以你可以看，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加入 CPTPP， 看上去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中国把这件事情算得蛮清楚的，就是美国短期之内不会重返 CPTPP， 这是个大背景。美国不加入，好，只要美国不加入，中国加入可能性就大了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加入对日本有利，而日本是 CPTPP 的什么主要推动者，他领导的 CPTPP， 因为 CPTPP 目前日本最大，日本经济体量最大，它影响力也最大。而中国加入 CPTPP 对日本非常有利，因为它的贸易一年能增加2380亿美元，你觉得它对它没有吸引力吗？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你可以看的，所以当然中日关系现在是翻脸的，翻得很厉害，中美关系也是翻脸的，翻得非常厉害。我们现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 CPTPP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想一下，现在中国加入 CPTPP 的不可能的事情，比当年中国申请加入 WTO 还要不可能吗？不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体量，那比当年不知道大多少倍。当年中国经济这么小，就这么点大，现在已经变成这么大。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吸引力有多少？没多少。那个时候中国想加入 WTO， 那就看着谁？看着克林顿的脸色。克林顿就想让他进去。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朱镕基最后晚上夜访白宫，朱镕基访美就谈 WTO， 夜访白宫。最后跟两个人在朱镕基跟克林顿在火炉边交心、推心置腹的谈话。朱镕基说：“那这样，总统，我答应你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你之前提出很多很苛刻的要求，我们呢就谈判。
但实际上呢，我愿意同意你所有的要求。美国能够同意中国加入世贸吗？克林顿说：“非常抱歉，我们现在的政治气氛不允许我同意你。你就算答应我所有的条件，我也不能够同意。”朱镕基说：“我懂了。”就回去了。所以朱镕基当时访美，空手而回。空手而回不是中国不答应那个条件，是根本就是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根本不可能同意。所以你现在反过来看，你现在翻过来看，当时中国加入 WTO 的可能性，比现在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是中国还是成功了。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会经常误判，美国会经常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为什么？因为它实在太强大了，所以它就算犯了错误也没关系，到时候付点代价把它扳回来。所以只要美国会犯错，那中国就有机会。中国大部分的机会来自于美国的错误，中共获得的大部分的机会都是因为美国犯错。所以只要中国有耐心守在那儿，守株待兔，美国犯错，而日本同时犯错，他就进去了。那为什么他要那么积极的进去 CPTPP？ 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再讲的简单一点，更明白一点，就是你想一下 RCEP 里面除了日本除了新加坡这几个国家以外，其他全是穷棒子，都是准备跟中国要点钱的主。中国在 RCEP 里面根本没肉吃。那当然，日本对中国来说，日本算是有钱的主，但日本不需要 RCEP， 它跟日本的经贸关系就很大的，根本不需要 RCEP。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在 RCEP 上面获得的是什么？获得是外事。下围棋讲的外事，不是实控。实控这些穷棒子得实控，中国得外事。中国还是要挣钱，上哪挣钱 ？CPTPP 啊 ，CPTPP 里面只有两个穷国，一个叫墨西哥，一个叫越南。其实越南 CPTPP 基本上是帮越南设计的一个贸易组织，里面就是他穷一点，墨西哥穷一点，墨西哥那么远，对他没影响。这基本上是帮着越南提供一个非常完美的贸易条件，越南就在里头，那都是有钱的主。中国加入 CPTPP 没别的，就能做生意。而且你想一下，如果中国跟日本一样，跨两个自贸组织，一个高水平的自贸组织，另外一个是低水平的自贸组织，一个是走量，一个是走质，多厉害！那这个时候，中国真的加入了 CPTPP， 那印太地区跟美国有军事上的关系，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但经贸关系这一块就跟美国没关系了，美国就直接给架空了。所以中国看的不可能的事情也要去干，原因就在这里。好吧，那我们今天又把时间讲冒了。这个疫情重创东南亚，我们就回头再说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我们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啊，Frankie 谢谢 ，Mike 朱谢谢。好，观点 ，TPP 明年的轮值主席是新加坡，申请文件国又是新西兰，两者都是亲共国家，门槛降低，所有条件都对中共有利，这是台湾超级坏的消息。
轮值主席并不能代表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但这种多边贸易协议啊，每个人都得同意啊，每个人都得同意，所以只有一个国家不同意都不行，所以没那么容易。中国加入不容易，不容易的啊。观点再让中国加入 CPTPP，就会重蹈中国加入 WTO 的覆辙。中国只会利用开放的世界经济到处作恶。OK，观点：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中国已经掌握了 RCEP，如果再急申请阻挡台湾加入 CPTPP，基本上是对台湾经济造成毁灭，这也是中国的目的啊，那也不会啊，也没有双边贸易关系就可以。那大家了解一点啊，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讲第一，这些多边贸易组织为什么要加入多边贸易组织？加入多边贸易组织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解决双边贸易关系的麻烦。你比如说，现在 RCEP 有15个成员国，假如大家都进去了，那实际上呢，你跟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关系不需要一个个重新谈过，你只要加入了之后，你跟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全部都等同于 RCEP 的规则，那我就省了，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很简单，我只要跟规则走就行，而且门槛一下子就降下来，所以那你就成本就会低很多啊。所以，多边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会更加这个蓬勃，原因是大家的成本都下降，各种成本都会下降，这是一个。那么，但是如果我不进去，我没有进入这个多边贸易组织，是不是我就没办法做生意？也不是。那你比如说有些国家，你比如说像一些小国啊，小国它可以连滚带爬进去啊，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它可以选择跟什么呢？跟它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签双边贸易协定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跟3个主要国家，这3个主要国家已经占我贸易总额的80%，我就跟他签贸易协定，就基本上解决了80%的问题。那剩下的问题慢慢解决都没问题。所以也不是说台湾没有进去 RCEP 或者 CPTPP 就活不下去了，没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美国真要帮助台湾，其实很简单，就是跟台湾签一自贸协定，把自贸协定一签，亚洲的钱都会往台湾跑。为什么？你想一下，又有产业，又有市场。你当美国要跟台湾签自贸协定，那是美国的市场多大？你在台湾做产品，直接出口到美国，那多好。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看绝对，但是我们要抓住重点啊。观点：中国申请加入 RCEP 的目的只有一个，借谈判以阻绝台湾的加入，或者是至少是 WTO 模式，台湾必须在中国之后才能加入，这是很恶毒的招式。看准时机改造自由贸易规则，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顺便打压台湾。他自己也都没加入，怎么打压台湾？打压台湾这件事情不存在，RCEP 会打压台湾，但是 CPTPP 他自己进去不进去，进不进得去还两说呢。观点：这说明了中国预判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经济还得靠出口，消费根本不指望，所以逮着一个组织就想进去，然后向人家倾销。老共深知出口外贸发展比较稳定，国内消费需求不稳定，他的外交主轴之一就是打造符合自己的利益架构，这是对的啊。我经常讲，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它对海外，它对外部资源需求非常依赖。外部资源包括什么呢？包括市场啊，
包括技术，包括资金，甚至包括人力，它都很依赖，所以非常需要它对外的依赖非常强啊。所谓的内循环，为什么去年说了两嘴就不说了？为什么？用脚后跟想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讲，中共呢，中共的特点是什么？中共特点就办事的连滚带爬，就是做坏事滴水不漏，干正事千疮百孔，连滚带爬，就是很烂，这做事很烂。但是他想得远啊，所以我经常讲，西方国家对中国就两个问题，两个误判，一个是高估他的实力，高估他的实力是为什么呢？因为老是觉得很意外，哎，这事儿怎么让他办成了？他实力还是很强啊，这是从结果的角度讲，觉得哎，中国持有力很强，但其实不是，中国没那么多实力，原因是什么？他们低估了中共的决心。中共你看早早的他就把这事给布下去了，决心很大。比如说 WTO，WTO 他加入的原因是什么？他加入原因是决心足够大，坚持时间足够长，然后只要你犯错，我就得了，一样的道理。所以西方国家对一直搞不清楚中共葫芦里卖什么药，葫芦里到底有多少实力，他搞不清楚，就是老把这两件事情搞反啊。观点 CPTPP 就是为了对抗中国而成立的，而且门槛最严格的那种团体，申请就申请吧，进不了的。另以中欧投资协定为例，不论如何进展，都可能随时中断。嗯，有一条哈，我看国内关于 CPTPP 的一些文章，关于那些门槛啊，多高多低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则啊，我一看呢我就知道，我看他们的分析我就知道，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所有的国际规则，到中国这里来都会失效。为什么？国际规则讲的是什么？君子协定，就是我们约定哈，我们约定我们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啊，大家就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中国不是，中国拿着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好，那我就看一下，一二三啊不能这么办，好，那意思就是一二三以外我都能这么办。结果中国就把这事儿当透明一样，把这三个绕开，其他都办，这就是中国。所以国际规则到中国这儿都无效，为什么？他跟你扯啊，他跟你纠缠，各种纠缠。你看一下世贸组织为什么到后来完全没办法约束中国？原因是什么？你想，世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那是个君子协定，我们讲清楚，政府一二三，这就是政府该做的角色，其他我不能搞。中国就拿着条文开始纠缠，哦，你这一二三不能搞，那四五六我就能搞，七八九十我全能搞，他全搞了。中国是这样，他就在钻着空子。你想呀，世贸组织它那个条款，它是君子协定，它不严格，它不严谨，它不会说像一个法律条文那么把这个所有的都篱笆全给扎紧了，它不是这样的。结果中国就利用各种各样的空子钻空子，所以世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它其实源自于世贸总协定、关税总协定，它最后对中国来说根本就挡不住它，直接就穿过去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啊，我承诺这个，承诺那个，全部都没有实现。所以 CPTPP 如果真让中国进，那门槛很高，全答应了，结果爬过去之后，他根本不理，就是这样，他根本不会遵守。中国不会遵守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定，他根本不遵守。观点：中国对外出口是出口退税，重点扶持，拼命挣外汇，这种方式任何自由经济体根本扛不住啊。
观点：中国的意图很明显，获得经济利益，然后通过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影响，非常正确。观点：中国明知很难，依旧申请，侧面反映了内需拉动不足、外困严重的现状，但依旧对自身市场有较高的自我预估，期待各国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现在我觉得跨国组织、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知道中国市场是什么回事了。10年前、20年前，西方跨国企业还不了解中国，所以经常中国讲啊，我们14亿人口，我们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市场非常大。对这个跨国公司来说，那眼睛都会放光。现在不是了，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你想，14亿人口，6亿，一个月收入少于1000块钱，1000块钱是几美金？算一下，对不对？你想想这个收入水平，你跨国公司一看，哦，原来就这，扭头就走。你知道观点：中国加入 CPTPP 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牵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以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来抗衡美国。同时也看得出来，中国非常明白自己的发展有今天，就是因为外贸大量外汇从世界市场赚来，它加入 CPTPP 也是稳定自己的经济，非常对啊，非常对。问题 CPTPP 现有成员澳大利亚目前跟中国的关系这个样子，包括各种反倾销，澳洲可能同意吗？肯定不同意，进不去的。我还是觉得进不去的。因为贸易协定你必须所有人都同意才能进，我觉得日本跟澳洲卡在这儿，它就进不去。观点：中共会像当初加入WTO 一样，为了加入所有的承诺都承诺，但是就是不做，只是把 CPTPP 当做一个救急的方式，希望缓解一下当下的经济困境。OK， 情况：中国不仅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还是5大常任理事国，但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允许 NGO 组织进入的国家，非常对。观点：我认为中国这次申请加入 CPTPP， 更多的还是牵制的想法。抛开高要求 ，CPTPP 采取共识决，成员国里面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对这2个国家影响力巨大，而且去年签署的美墨加协议有一条毒药条款，就是如果成员国与非自由经济体签署贸易协议，需要受到审查。所以美国虽然不在里面，但是有能力去否决中国加入。中国申请加入更直接的利益就是彻底消灭了台湾近期加入的可能性，同时也牵制了在申请的英国。英国对于加入 CPTPP 非常重视，中国申请加入，漫长的谈判过程势必会对英国有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国家的加入。CPTPP 目前成员国体量还不大，如果中国卡在谈判阶段，其实也能起到牵制作用。我不同意。你是说跟他谈判了就没空跟其他国家谈判吗？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怎么可能灭掉台湾？要是申请，怎么可能灭掉台湾呢？你申请你的，他申请他的，他愿意让他进，他就进了呗，还排队吗？难道谈判？不可能啊！它是并行的，不会说我谈完一个谈一个，对不对？对吗？你说呢？观点：美国在对盟友贸易上的支持目前还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行动。我希望能找到反例，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是的，我也想不到。观点：习早就清楚表明自己对外界改革的态度，能改的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比如国企的垄断是中共政权生存的唯一经济根基，一改对中共政权来说是釜底抽薪、地动山摇，但改了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是中国民众的福祉。
看一看40年改革开放就知道。提问：中国加入这么多贸易协定，但是说到的承诺最后都没有做，除了 WTO 在 WTO 仲裁，没有其他约束力吗？其实我觉得中国签的这些协议，只要有一天无利可图，马上变成历史文件。OK，观点我觉得民主国家自己建一个群，自己玩就行了。土共的价值观是成王败寇全都硬，土共跟民主国家的价值意识形态根本冲突，也就是价值观完全冲突，这种人不能往来。很多人觉得这是对的很多人觉得你就应该这样，按照意识形态建立一个自贸区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其实 TPP 就是这个东西，TPP 就是这个东西提问：所以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踢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和 WTO？网友答：不可能踢出。常任理事国权力一样，只要一票反对，无法通过。WTO 踢不出去，中国已经是 WTO 框架的一部分。美国现在最好的玩法就是建立新的贸易体系，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不就是 TPP 吗？TPP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这个贸易体系都是比较有钱的国家，又是民主的国家。其实你看现在的 TPP 的成员国，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呢，溜进去一个越南，越南进去了，那真的是便宜大大的问题：川普之前说 "We built China"，我感觉他说的很对。王老师怎么看？嗯我觉得他应该这样讲 "We build the world"，可以吗？是不是更好？你说呢？提问：王老师，如此多的贸易协定如何操作？是否存在具体实施会有冲突？你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操作？贸易协定如何操作？如何操作就是大家对文件对好了以后就实施就这么操作。实施有冲突没有冲突我们生效，比如说 RCEP 它要9个成员国，其中6个这个东盟国家，3个非东盟国家通过了 RCEP 就生效。RCEP 生效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贸易协定就生效了，各个条款就生效了。各个条款生效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就按照 RCEP 制定的规则去运行就可以了，然后各个国家都按照这个规则运行。当然，他现在开始做准备，法律上的准备，各个机构要根据这个新的规则去制定这个规则，对照 RCEP 的要求去调整它的国内的法律和贸易规则，然后等 RCEP 实施之后，它就全部都改过来，那就跟我 RCEP 相匹配，那成员国之间就采取这种相互之间进行这种进行新的贸易规则之间的贸易，就是这样，不会产生冲突观点：秦晖教授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困难的谈判点就是农业补贴。西方国家期望的是中国这种农业大国一定会有高额补贴，他们希望把这个补贴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结果西方国家万万没想到，中国不但没有补贴，还征农业税，是负补贴。中国谈判代表心里偷笑，但嘴巴上硬扛。平白多了一张强力筹码。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中国政府的阴谋诡计面前真的很傻很天真那也不是，那是因为他没做功课，稍微做一下功课就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听这种故事你就听一下，不一定是真的他们只是为了强调一个观点。WTO 谈判怎么谈判？不是西方国家跟你谈判，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判。那当然，
核心的是跟谁谈？核心当然是跟美国谈，美国只要同意了，其他国家都同意。其他国家要是不同意，他也过不了，所以其他国家都同意，所以基本上就是中国跟美国谈，没有什么西方国家。欧盟跟美国之间有约定，你跟他谈完，因为其实很简单，WTO 谈判是什么？WTO 谈判就是你给他的条件，所有成员国都有，所以大家都不谈，就让美国来谈。美国因为最有力量，他能谈出最好的条件，所以你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就跟美国谈，美国同意了，过了，那就过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不存在西方国家的问题，其实就是美国。那美国不知道中国没有农业补贴，这个我是没听说过，这个故事我没听。整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全部都跟进过。提问王先生对地理决定论怎么看？总有人说中国的现状是由平原的地貌决定的，必须有大一统的存在才能稳定运行。对此，王先生评价一下，这种论断是否站得住脚？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叫纪录片，叫国殇，大家有看过？和商国商，忘记，大概就是这个理论的方向，就是什么海洋文明啊，这个这个这种地理决定论的地理决定论，地理环境当然对民族对国家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河流，黄河、长江河流会决定一些文明的存在形式。那么，当然，你一个开阔的地域，对一个开放的国家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你想关起来也不可能。你比如说像欧亚大陆的那一片，你根本没有个封闭的环境。中国相对封闭，这边是海洋，另外一边是什么？青藏高原。相对于北边就是寒冷的漠北，所以基本上中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东南角生存下来，所以它的文明相对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存在，所以它和其他的文明距离比较远。这有这个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你不是把那个路全封死嘛，海，你为什么你这个文明不造船出海呢？你其他国家也面临海洋，别人就到处跑了，为什么你就不跑？所以这个地理决定论有它的成立的地方，但是也不能绝对。就是人类文明发展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有很多很多的偶然性，你会碰到一些不同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包括皇帝的命运。所以，地理决定论，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其中一个条件，一个文明演进的其中一个脉络，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绝对不是全部。王毅提问：王毅最近访问东南亚和韩国，基本上把美国国务卿访问的国家全走一遍，是为了拉拢和分化这些国家吗？不知道，应该是吧？保我了情况，马来西亚已经陆续开放，不是一下子全开。目前吉隆坡和雪兰莪州已经可以自由出入。这里疫苗有 AZ、辉瑞、科兴，很多华人偏向选择打科兴。目前政府疫苗接种点剩5个，打到本月底之后要打疫苗，只能去私人诊所自费接种。情况不少华人执意要打科兴，需要到私人诊所自费购买，马币360元，约人民币580元。目前大马接种率约70%，下周开始12到17岁少儿全面接种已经授权的辉瑞疫苗。
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非常大非常的大。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被中国媒体洗脑、洗抽筋了，才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很可惜很可惜。提问：现在国内一直要求下载反诈骗 APP， 是否一款更严厉的数字集权工具？非常对，而且它是一个装在手机里的探测器。知道你所有的事情把你的东西全翻个遍提问：昨天看到一个国内新闻说，60岁以上不准从事建筑工地的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大批之前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失业，国家又没有很好的养老福利，这些老去的农民工将来怎么办？找政府去市政府门口观点：中国的双休日只在国企和政府单位，你看科技公司都实行996，加班最少时间等炒，很多民营企业和个体户1个月只休息2天，业务多的季节平时还要加班。是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看。观点：当我看到全运会上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就知道洗脑教育无处不在。听到你都想转台 ，CCP 太坏，都不放过每一个角落，这种生活氛围不焦虑才怪。我在这个 Facebook 看到很多就是全运会的这个视频，可见中共在 CCP 在 Facebook 上面投入很多资源明谢 Helen， 谢谢 Warren Wong， 谢谢。提问：美国跟中国贸易赤字创新高，中国开放金融业，美国也抢先。美国虽然在军事上造势，是否还依赖中国？我不知道你依赖中国是什么。美国进口中国的日用品，那么基本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全部来自美国，基本上是这样，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